俗话说，自古君王皆薄幸，最是无情帝王家。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皇帝，他风流多情，后宫佳丽3000，个个姿色出众。据史书记载，他的后宫中能叫得出名字的嫔妃就有40多人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情的皇帝，却一直对一个女子十分钟爱，甚至直至去世时依然对她念念不忘。虽然他有后宫粉黛3000，可是却独爱她72年。她就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。这位清朝历史上有名的贤后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，可以俘获一代多情帝王的心呢？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，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，品读经典人物，感悟别样人生。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孝贤纯皇后的故事。孝贤纯皇后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乾隆帝的第一任皇后。她的父亲是察哈尔总管李荣保，他的兄长傅恒是太保大学士恭赠郡王。满洲有8大旗，分别是上3旗和下5旗，而他父亲带领的镶黄旗是上3旗之一，在清朝中有着很高的地位。出生在名门大家之中的富察氏，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正统教育，逐渐成为了一个举止端庄大方、谈吐得体的名门闺秀。少女时期的富察氏不仅出落得端庄大方、温柔贤淑，更是精通诗文、琴棋书画。雍正5年，在一次选秀中，16岁的富察氏一眼就被雍正帝看中。那时年轻有为的皇四子弘历深受雍正的喜欢，成为储君的人选。于是为弘历指婚，将富察氏配给了自己最宠爱的儿子作为嫡福晋。作为一代明君的雍正帝可谓是慧眼识人，富察氏不仅外表端庄文静，而且内心也很善良和细腻。在婚后，富察氏悉心照料丈夫的饮食起居，她和弘历这对小夫妻相敬如宾，感情笃挚，恩爱有加。雍正7年，雍正帝将长春仙馆赐予了他们夫妻2人，作为在圆明园的住处。年少的弘历与富察氏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光阴。1736年2月12日，乾隆皇帝登基，富察氏被册立为了中宫皇后，入住长春宫，并在公元1737年12月举办了隆重的册封礼。富察氏登上皇后的宝座后，虽掌管着后宫，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但是她却从来不讲究排场，一直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。富察皇后平时不喜佩戴金银首饰，帽子上插的也不过是用一些绒线做成的绒花。正是因为有一个勤俭持家的好皇后，乾隆帝在平日里也经常会想一些节约的好方法，同时对自己的这位妻子也更加敬重。富察皇后不仅贤惠识大体，对自己的丈夫也是温柔体贴。有一次，乾隆帝患上了一种十分严重的疥疮，御医嘱咐要休养100天，病情才能痊愈。富察皇后听说后，为了照料皇上，不辞辛苦，毅然搬到了乾隆居士的外室居住，伺候皇上的饮食起居，还亲自给乾隆皇帝喂汤药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得服侍皇太后，处理6宫琐事，教育子女。就这样精心照料了乾隆皇帝100多天，直到乾隆皇帝完全康复之后，她才放心的又搬回了自己的寝宫。痊愈之后的乾隆帝看到富察皇后为了照料自己变得身形消瘦，十分心疼和感动。从此之后，对富察皇后更加宠爱。富察皇后做起事来也是不偏不倚，以德服人，对待宫中的侍女和太监都很慈爱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有一个对于后宫女子来说很难得的品质，那就是不嫉妒。她对待其他嫔妃的子女也是十分疼爱，视如己出，因此备受后宫嫔妃的敬重，后宫上下对她都是赞赏有加。除此之外，乾隆皇帝最为满意的一点便是富察皇后极为孝顺，她非常敬重乾隆的生母重庆皇太后，婆媳关系十分融洽，就好比亲生母女一般。对此，乾隆皇帝心中充满了感激，也更加爱护和尊重富察皇后了。乾隆皇帝能够拥有这样的贤妻，可谓是给他消除了内顾之忧，可以让他一心一意地专注朝中政务。
在乾隆看来，他之所以能够专心理政，完全是富察皇后的功劳。历史上貌合神离的帝后不在少数，可乾隆皇帝与富察皇后却是真正的帝后情深。最令人感动的是，乾隆帝的这份深情还爱屋及乌到整个富察氏家族。在整个清代，富察氏一族是外戚恩泽最为优渥的家族。乾隆帝对皇后家族尚且如此优待，对待他们的孩子更是不用多说。乾隆刚登基不久，富察氏就为他生下了皇子永琏。永琏6岁时就被指定为皇太子，而这时的乾隆皇帝才不过26岁。但令人惋惜的是，永琏被正式册立为太子之后，因为风寒而夭折，年仅9岁。儿子的夭折给富察皇后带来了巨大的打击，但身为一国之后，她必须打起精神。7年后，富察皇后诞下了第2个儿子永琮。乾隆帝对永琮也是非常的疼爱，但更不幸的是，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孩子身上。小皇子未满2岁便夭折了。2次痛失爱子的巨大打击，令富察皇后意志消沉，抑郁成疾。乾隆13年东巡时，为了让皇后散心，便带上富察氏伴随圣驾一同前行。可就在即将返程时，富察皇后感染风寒。3月初，富察皇后在济南一病不起。乾隆帝闻讯，立即决定停止按程赶路，以便皇后调养。但富察皇后不愿因自己而耽误皇帝的国家重务，故一再促请乾隆北还。在山东德州周次，富察皇后撒手人寰，年仅37岁。此时的富察皇后与乾隆帝相处已达22年之久，痛失爱妻令乾隆皇帝十分悲痛，为其钦定谥号孝贤，尊为孝贤纯皇后。在皇后去世后，凡是没有上书表达哀痛的臣子都被处罚。皇后丧礼事宜中，但凡有半点疏漏，参与者皆要被处置。乾隆帝执政前期政治清明，帝王宽容大度，可从孝贤皇后去世后，他从一位仁慈君王变成了铁腕强军。不仅如此，皇后去世后，乾隆命人将皇后用过的东西全都搬进宫里，并且还下令不准任何人动长春宫的一草一木。每年皇后的忌日，乾隆皇帝都会来到长春宫，坐在房间里一坐就是半天。孝贤皇后病逝后，乾隆为她写下了数碑赋。在诗中，乾隆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丧妻后内心的苦闷孤独，对人生的幻灭，对未来无望的心境。春风秋月，仿佛已经走到人生尽头，往后无数个夏日冬夜里，却只能形单影只地度过。乾隆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，晚年时期的乾隆皇帝更是时常作诗怀念孝贤皇后，其中有不少都是描述两人亲密感情的诗句。这其中所蕴含的对孝贤皇后的真挚感情，令人感到无比动容。最后一次致爱妻陵浅是嘉庆元年3月初9日，乾隆帝带着新即位的嘉庆皇帝一起祭奠。这年他已86岁，与孝贤皇后已阴阳分离整整48年。望着陵前高耸入云的松树，乾隆帝写下了这样伤感的诗句：极地临悬壁，种松冒入云，暮春终换意，48年分。人人皆说自古无情帝王家，但乾隆皇帝对富察皇后的悼念持续了整整一生。他们之间的伉俪情深，为我们演绎了你陪我一程，我念你一生的爱情。孝贤纯皇后的朝服现在就珍藏在故宫博物馆里，美艳不可方物，明黄色丝绸，上面用金线雕梁画栋地绣着龙凤齐飞，内胆是小羊皮和天马皮，领口袖口镶着银鼠毛和貂毛，金扣玉环，领子和披肩上点缀着无数翡翠、青金石、珊瑚、孔雀石和绿松石。若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就请转发、点赞、加关注吧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